大家好，我是心怡。宣松柔软的鸡蛋糕，我想是很多人爱吃的甜点。那鸡蛋糕可以用去年学习的酵母发酵的方法来做吗？上一个视频的发糕就是用酵母面团做的最接近蛋糕的面食了。但是因为有强劲的面筋蛋白质，发糕虽然松却不软。这个时候酵母蓬松法就有了它的局限性。第二种是化学蓬松法，主要就是小苏打和泡打粉。那有没有更加自然的蓬松法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第三种物理蓬松法，如何用鸡蛋来打出泡泡。成功的鸡蛋糕既蓬松又柔软，关键就是这些气泡。鸡蛋起泡，一个是要把空气打进去，另一个关键就是要让气泡稳定。首先就要选用新鲜的鸡蛋，新鲜的鸡蛋相对稠浓，蛋打出来是鼓鼓的，有立体感。有了新鲜的鸡蛋，那怎么样有效的打发并且保持稳定呢？鸡蛋黄和鸡蛋白的成分不同，如果要充分了解它们的不同性质，就要把它们分开来。有了一些基本了解，再加上一些练习，然后你就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口感来决定是全蛋打发还是分蛋打发，蛋白和蛋黄怎么打，甚至你可以调节蛋黄和蛋白的比例来达到自己想要的蛋糕的口感。分蛋只要黄白清楚，分蛋的方法随意，最关键的是分完蛋要用肥皂洗手。第一个实验，室温和冰箱冷藏，哪一个蛋白更容易打？你有没有惊讶，冰箱里拿出来的蛋白打得又快，保持得又好？结论是蛋白要冷着打。第二个实验，我们在蛋白里加一些白醋，每只蛋白大约加2克左右。放了醋的蛋白明显领先一步，发得要更快。在这里你有没有惊讶，没有放醋的蛋白反而后来居上？这时候我想，是不是我的醋有问题？换成柠檬汁来试一下。结果还是一样，不放酸的蛋白打得又快，而且又稳定。那为什么有经验的蛋糕师都要放醋、放柠檬或者是放塔塔粉呢？我们把它放置一会儿，再来看结果。放了半小时，才发现没有放醋的蛋白出了很多水，而放了柠檬或者醋的蛋白出水就少很多。这里我们就可以证明出加酸性，不论是柠檬、醋或者是塔塔粉，都可以帮助蛋白霜来稳定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加糖，看看一次加和分几次加有什么差别。我想你也看出来了，逐次加糖起泡就比较快。我们再把它放在一边，看看稳定性有什么差别。半小时后没有看出什么差异。我想怎么样加糖主要影响的就是打泡的速度。看完糖，我们来加点盐试试。
起泡的速度没有差别，我们来看看蛋白霜的稳定性有没有差异。这一盘是没有放盐的，这一盘是放了少许盐的，是不是有差异，但是非常微小呢？这里我们小结一下，打发蛋白如果是低温分次加糖就可以加快速度，而加入酸性物质可以增加蛋泡的稳定性，加盐似乎也是可以，但还需要继续观察。再看看鸡蛋打破了会怎么样，或许不小心掉出一点蛋黄，蛋白霜还会成功吗？显然，如果你在分蛋时流出一点点蛋黄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如果鸡蛋打破了，那蛋白霜是不成功了，但它依然可以做成蛋糕，我们以后再慢慢说。或许你的容器并没有洗得那么干净，有一点点油腻，或许盆里还有一些水滴，蛋白霜能够打成功吗？这个实验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要尽量洗干净容器，并且把它擦干，但是也不必紧张，蛋白霜还是很强大的。用手动搅拌机来打蛋白霜更加灵活方便，但是用除湿机 mixer 也是一样的。另外，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打蛋白霜速度要由慢到快，速度的讲究跟蛋白打发的原理有关系。蛋白中 12% 是蛋白质，而蛋白质有很多折叠卷曲的肽链形成，这些肽链的一头喜欢水，一头讨厌水，恰恰是这个性质才能形成蛋白霜。所以开始打蛋白的时候先要慢，这样才能有效地把这些卷曲的肽链打开。这时候你会看到原先微微泛黄的蛋液变成了半透明半白的大泡泡，也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加速打进空气，还可以加入第一部分的糖来帮助气泡的稳定。这时候的蛋液里除了蛋白肽链和打进去的空气以外，还有蛋白本身的 88% 的水分。肽链上喜欢水的那一端，也就是清水机，就去找水；肽链上不喜欢水的那一端，也就是输水机，就去找空气。就这样，被打开的蛋白肽链在空气和水中重新组合缠绕，形成了一个个空气膜，雪白蓬松的蛋白霜就形成了。再回过头说，之前加酸甚至于加盐的实验，甚至于我们没有实验的用铜锅来打发，目的都是为了稳定这个清水机和输水机的结构，来保持蛋白霜的稳定，也就是蓬松的蛋糕的来源。而加糖可以增加液体的粘度，所以也可以增加蛋白霜的稳定性。但是如果糖加得太早，液体太黏，蛋白质的肽链就难以分开，所以蛋白霜就打得比较慢。了解了蛋白霜，我们再来看蛋黄。蛋黄的成分主要是软磷脂、油和少量的水。软磷脂的一端喜欢水，一端喜欢油，我们就直接来打一下。既然又有水又有油，软磷脂为什么不能形成泡泡呢？研究了一下，原来蛋黄的蛋白质比较顽固，蛋黄需要加热到接近50摄氏度才会舒展。另外，蛋黄的含水量太低，需要额外再加一些水分。我们用隔水加热的方法来看看蛋黄现在能不能起泡了。加热和搅拌需要同时进行，如果蛋黄升温太快，可以随时挪开一会儿。几分钟后，蛋黄起泡成功，虽然没有蛋白霜那么壮观，但是体积也增加了将近3倍。再看看可以怎么样改进。法国著名的萨巴样打蛋黄法需要加入糖，我们也来试一下。加糖或者不加糖的蛋黄霜看上去几乎一样，
我们把它放置一会儿，看看有什么差别。这是没有加糖的，这是加了糖的蛋黄霜，丝滑美丽。总结一下，如果需要，蛋黄也可以打泡，只是需要额外的帮助，就是加热和加水。另外，加了糖之后，蛋黄霜不但稳定，而且更加润滑。希望这个视频给大家带来乐趣，而且了解了鸡蛋的性质和它的喜好。下一个视频我们加上面粉，就可以用鸡蛋的这个物理蓬松法做出美味的蛋糕。这个视频很长，如果你现在还在看，非常感谢。